这是为什么？这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？对呀，诸位，稍安勿躁。陛下虽小御三界，可入瞭望山寻枪。为了各位的安全，还请大家先在山下稍作休息。待神枪现世了，我等自会请诸位入山。羽化伞，你是天宫公主景昭，识得本殿便好。你们妖族不是也想争夺太仓枪吗？我看就不必进山了，咱们在这儿就打一场。若是输给了我，进山也不过是徒劳。公主殿下，仙族中人不可与妖族。不必多言。你们还不快走！小心我取了你们的妖丹！你在这等我，我去看看。青墨，你也是为了太仓神枪而来？今日我可不会让你，我们各凭本事。但若我得了神枪，定会宴请三界，到时候你可得来天宫替我祝贺。敢问公主，为何将这妖君重伤至此？他们出言不逊。妖君犯错，自有妖皇惩治。你身为天宫公主，岂能越俎代庖？我多谢上君相救。爹爹，爹爹，这位婶婶是谁呀？怎么脾气如此之差？劣童，竟敢一再冲撞本殿，看本殿怎么教训你！本君的人，本君自会管教，不劳公主动手。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只要你肯向本殿行礼认错，本殿就原谅你。行啊，不就是行礼吗？殿下要三跪九叩，还是要长衣服地？殿下，我倒是敢行这个礼，只是我怕我的礼你受不起。你那母亲身份还不知如何卑贱，区区一礼，我有何受不起？殿下不要后悔便好。何人？怎么能引动天雷？我早就说过，我的礼你受不起。你是后池？公主殿下好大的威风，本君还是头一次听说，在这三界之中有强要受上神之礼之人。想来是公主殿下已经忘了上次在瞭望山被天雷责罚的滋味了。你同青木是什么关系？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公主殿下，这是本君的私事。青木，青木就算平日里对我冷淡些，但从不曾如此行事，定是你对他做了什么。你若再口出狂言，本君不介意再下一道神谕入九重天宫。就凭你，本殿今日就让众仙看看你这三界上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公主殿下，后池神君乃三界上神，你不能碰他。若你执意要如此，那就别怪本君不客气了。你要护他，那我偏不饶他。住手！夫神，没事吧？
从今以后，还请诸神好好挑选，为我神界培育良才，延绵根基。小仙目光来自天慈山金龙一族。星宿之神，恭贺主神继任混沌神位。我是混沌主神，为苍生是我的职责。天帝陛下，后池，没想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天帝，既然您来了，那这所有的事就交由您处理吧。我青池宫一向不插足仙妖之争，方才只不过是看不过眼罢了。后池告辞，我们走。仙妖两族议和之事，本帝已与妖皇达成一致。从今日起，任何破坏两族和平之人，无论是何身份，本帝将严惩不贷。谢谢天帝。方才站在后池身边的是谁？回父神，他是儿臣的挚友，您亲自册封的北海星耀上君青木。这么好的酒，这荒山野岭从哪儿拿的？东华遣徒弟送过来的。这上君倒是个人精，不过今天啊，着实应该纪念一下。爹爹一身正气，怎一个帅字了得！德行，我看今儿景昭的眼睛像是要把我吃了似的。水果。我在人间游历时，学了一点不入流的小法术。你是在哄我开心吗？你堂堂一介上神，又不是小孩，哪是这些甜食能够哄得到的？小时候，每当我不开心，博玄都会拿吃的哄我。你若想说说过往，我洗耳恭听；若不想说，就这么坐着，也挺好的。你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跟我走？你知道你留下来的可是天界之主，三界中神力权势最强大的人。那又如何？我想走便走了。我看得出景昭十分看重你，旁人求都求不来的权势富贵，你当真不动心？食不过三餐，睡不过7尺，我要这荣华富贵有什么用？当年我接受天帝册封，也是看在景监的面子上，推脱不掉。吹牛！真的，受册封后，理应是要去天宫谢恩，但是我在人间游历，便没有去。你放了天帝的鸽子？天宫那种地方，礼数太多，我会浑身不自在，而且也不舒服。怎么突然说起我呀？你和景昭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像不明事理的人，当年的事与他无关，你和景监都能和和气气的，为什么对他敌意那么大呀？我和景昭不是第一次在瞭望山见面了。你就是后池，你可知我是谁？喂，我和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就这么一丁点能耐，还想跟本公主叫嚣？就是因为你灵力低微，母神才会抛下你，抛弃青池宫。你就是青池宫的耻辱，母神的耻辱。
那后来呢？多亏博玄及时赶到，把我从水里救了出来，不然我就是旷古烁今第一个被淹死的上神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十分怕水，到现在我也没有学会浮水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……你是说我的灵力吗？确实如景昭说的一样，我灵力低微，花了4万年才破壳而出，无论怎样修炼都不能凝聚灵力。父神为了我去寻找奇珍异宝，鲜少回来。那时候凤冉还没来，青池宫冷冰冰的，唯有博玄陪我。后来博玄也走了，我从未踏出过青池宫半步。我丢人不打紧，可我不想连累我父神。原来这些年你在青池宫这么长大的。偶尔我还挺羡慕你的，把自己的记忆给忘了。你父母那3界之强者，按道理你不可能聚集不了灵力，是不是你的身体被什么封印了？如果有封印的话，我父神能看不出来吗？好了，你不要劝我了，你说再多，我也不会给景昭好脸色的。既是他种下的因，便该承担其结果。以前我不知道，以后你与他的事，我不再管。我以为你会劝我说，景昭当时还小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啊？你在我心里才是……不说了，不想给你添加负担。快看，快许愿！那不过是仙君驾云的动光，许什么愿啊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你没听过吗？快！祝愿后世上神能够一朝化神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胡言乱语！快啊，许愿！我希望青木上君可以得偿所愿。我许了2个愿望，第2个愿望呢？我不告诉你，但我有信心，早晚会实现。你可别想歪了啊！这是太仓神枪出世了，这火光定是麒麟。青木，若那麒麟真的是博玄，他一定会守护太仓枪的。那些争夺太仓枪的人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灵力低微，到时候护不住他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一定要护住博玄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。父神，父神，太仓神枪已经出世，那些妖族都去夺枪了。父神，你怎么还不出手啊？那可是我仙族的神器，可不能让那妖族夺了去。本帝再三说过，当年神界何来仙妖之分呢？白绝真神的神器，又岂能是我仙族所有？父神，本帝和妖皇有言在先，我们2人不得插手神枪择主之事。你跟剑儿一起去吧，神枪有灵，无论落于仙妖2族合族之手，只要2族能够摒弃仇怨，携手打开神界，与我3界都是一桩美事。是。剑儿，保护好妹妹。是父神。3界传说，得上古神器者可今生上神。二哥，助我，这次我一定要成为上神。昭儿，神枪有麒麟神兽守护，先看看情况，别冲动。邪山上君，那麒麟神兽可出现了？没有出现。就凭你也想争夺太仓神枪？我倒是想看看，还有谁敢跟我争。红日？那不是红日，
怎么会？那分明就是红日的灵气啊！那只不过是红日的一缕残魂。尔等凡军，擅闯真神修炼之地，冒犯神威，还不速速离去！怎么样？他不是不雄。那不是红日啊！可怎么会？那分明就是红日的灵气。那只不过是红日的一缕残魂。尔等凡军，擅闯真神修炼之地，冒犯神威，还不速速离去！麒麟神君，尔等无意冒犯白绝真神，只是太仓神枪现世，关系到三界众生，我代表天宫来取枪，还希望麒麟神君不要阻拦。无知，太仓神枪乃真神神器，只会选择命定的主人。三界皆传麒麟神兽现世，本尊还以为他真的活着。今日有火麒麟和太仓枪在，足以让本尊知道青木到底是不是白绝。神尊，原来您今日来不是为了夺枪，而是为了……世人无知，真神神器岂是寻常仙妖所能驾驭？什么真神神器？上古神界早就尘封多年，如今皆以我天宫为尊。火麒麟，你要是交出太仓枪，本殿还可以饶你一命，让你在这瞭望山颐养天年。区区金娥和凤凰之子，也敢在此口出狂言？太仓枪之主还轮不到你。怎么样？他不是博轩。果然是你！6万年过去了，神界都毁灭了，你竟然还活着！糟了，那枪上的神力太大，远超上军灵脉，再这么下去，浩池，没事吧？夫人，我们要赶快想办法把他和神枪分开，否则青木就会爆体而亡。可眼下众人的修为都没有那神枪高，又如何能干预？二哥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青木，他若是死了，我也不要独活。青木是我挚友，我也不想他出事。可是这么强的灵力，该如何呀？浩池，你快看，青木好像好一些了。这枪是白绝真神的神器，这麒麟又是看守他的神兽。世间除却白绝真神，他绝无可能亲近旁人。难道青木？山川仍在，可是上古，你在何处？红日，如今神界已经关闭，我将你残魂带下界来。从今日起，你便帮我守着这神枪，守着这瞭望山。本尊要去寻他回来，千万年也好，万万年也罢，终有一日，神界还会再现。本尊一定会找到的。上官，白绝神尊，怎么会？浩池，他在说什么？似是神界的事情。神尊，那为何此人没有白绝神尊的记忆？我们4个与天乃是同根同源，就算是生死，
也会在乾坤台重新降生。若他当年只是沉睡，如今苏醒，断不会连本源都不在体内。此事绝没那么简单。神界关闭之时，他到底是想了什么办法，才会弄出这么个上仙身躯来？快看，那小白脸身上的灵力转暗了，莫不是神枪认主了？兄弟们，神枪若是认主，我们就来不及抢了。众仙君听令，今日这神枪绝不能让他落入妖族手中。是。超儿，那我们眼下应该如何行事？欲浑水得鱼，必先搅乱这一池春水。只有这太仓枪到了青木手上，才能彰显端倪。羽化伞，找死！青木体内气息纷乱，应该是正在和太仓神枪的神力融合，已无性命之忧。夫人，你我定要守好青木，待青木拿了太仓枪，慢慢苏醒，我们便速速离开。只要是你在乎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受伤。什么在乎不在乎？他对我有恩，我只是帮忙罢了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我们青池宫再难独善其身了。想那么多干什么？护便护了，是时候该扬扬咱们青池宫的威风了。超儿，你这畜生，竟敢伤我！看我不打得你魂飞魄散！赵儿，麒麟修为太强，你我不是对手。二哥，怕什么？我有母神给的羽化伞，没有不成的。赵儿，二哥。神尊，红日先去一步，不能完成您的嘱托，红日有愧。何人所为？仙妖夺枪斗法，竟能生出如此风波。这不是斗法。天帝的意思是，真神之力，可动山海。此乃真神之威呀！浩池，你怎么没事？神君灵力高强，必顾再下一城吧。青木，神枪既以择你为主，不日定可助你成为上神。方才我替你解决火麒麟，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呢。超儿，不可妄言。闯我修炼之地，杀我护山神兽，罪无可赦。超儿，此人能入青木识海，定是一道断念残魂。可他灵力高深，绝不能触怒。如今唯有堵上一堵了。见过白绝神尊。见过白绝神尊。圣果。
罢了，太仓神枪既已择主，此事就告一段落。众卿返回仙山。至于妖族众人，不得留在仙界。是。剑儿，带昭儿回去。是父神。陛下，这青木上君可是？他体内没有白绝神尊一丝本源之力，只是长得像而已。上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孩童的模样，想不到如今已经长这么大了。你父神要是回来的话，定会欣喜的。活着6万年的生辰，天宫年年皆有贺礼，你有什么想不到？天帝这些话不说也罢了，还有我父神欣不欣喜，与天宫毫无关系。后池啊，过几日便是你母神的生辰，你既出了青池宫，要不来天宫参加你母神的寿宴？不必了，我没有母神。罢了，待你父神回来，我会亲自去青池宫拜访。我父神行踪不定，就算回来也待不了几日，恐怕您见不到的。仙妖纷争已经过了6万年了，如今本地只想议和。当初若是多听你父神几句就好了，如今想要两族和平相处，实在是千难万难。你这些话我会转告我父神的。夫人，我们走。神尊，现在既然已经知道青木便是白绝神尊，那咱们是不是要将他挫骨扬灰，以解心头之恨？本尊几时说过要让他死了？啊？这话自您苏醒之后没少说过呀。前几日还说了，还写在了纸上，我这正好收藏了一张。行了行了，本尊是恨白绝，恨他当年终不信我，不顾兄弟之情对我拔枪相向。这口气，本尊迟早是要出的。大度，仁善，这些美言配得上本尊。自然是去青池宫悬后池，让他重新爱上我了。师傅，您瞧什么呢？为师在看着瞭望山境。昔年，白绝神尊选中这瞭望山修行，度化世间仙人。正是因为此处风景宜人，空谷生风，令人观之忘忧。只可惜，这样的宁静，怕不久矣。师傅，神尊残念虽散，可瞭望山仍在，灵气丰沛，气数有剩。你又何苦生出这般担忧呢？夫人，怎么回事？他灵犀怎么这么弱？他的伤本来就没有好，被太仓枪附体后灵石受损，不弱才怪。这人竟是北海上君青木。长雀，你快去库房多取些药材来，要滋养神魂的，年份不能太浅。他受的是上神之伤，等闲之物没有疗效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小殿下，这位青木乃是天宫之人，咱们管他做什么？而且古君上神，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不高兴的。长雀，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小神君的话你都敢不听了？后池，你先在这看着，我现在就帮你把药材取来。走，长雀。
1000年前，我苏醒于北海，全然忘了自己是谁，全身上下除了一个手链，一无所有。我便云游3界，遍寻自己的身世。可我不愿欠别人人情，成天被骂的早就听习惯了。你以后也不必。可我在乎，我见不得你受人非议，我见不得有人欺你辱你，更见不得你明明心里很委屈，却装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模样。日后有我在你身边的一天，我便要管一天，因为我心悦一人。此事因我而起，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你放心，青池宫也会护着你。夫人长坐。他可是夺了太仓枪之人，日后风波必然不会少，而且咱们青池宫收留他，一定会有麻烦的。好了，长雀，后池的性子你应该是知道的。他是如此谨慎之人，会想不到这些吗？可他还是要救他，这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说明啊，过些日子，青木上君很有可能就是咱们青池宫的人了。啊？可他们2人足足差了几万岁啊！自古风花雪月之事，越是不可能在一起，才越动人啊。你瞧后池待他那般模样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。可这8字还没一撇呢，长座，你就这么有把握？不信咱们走着瞧。哎，出了这么多汗，看来长雀的药见效了。这屋子有点闷，我去把窗户开开。何止认识，比日月还亘古，比山川还经久。我从没有一刻忘记过你。白绝神尊因为太仓枪负了青木的身，可他却说认识我，这到底是什么缘由？博玄坊里有很多神界遗失的竹简，我去看看。我从日落等到月升，你怎么才来啊？紫月妖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见你，自然就来了。青池宫中有父神留下的上神结界，这紫月妖君竟然可以轻易出入，想必其实力在父神之上。想什么呢？别急，让我猜猜，你白日里在瞭望山瞧见那么多事，又听见白绝神尊唤你上古，此时你心中正琢磨不透吧？你怎么？我怎会知道他唤你上古？你好好想想，那日在紫月泉，我唤你什么？上古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上古，不错。今日我来，正是为了告诉你一切真相的。
你退入这万劫不复之地。白绝，这3劫我就托付给你了。圣果，圣果。紫月妖君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是？不错，你正是当年的神界主神，上古神尊的座下侍女。我知道，这话听起来你觉得有些荒谬，可是句句属实啊。后世，你就是我寻了万年的前世冤盟，而那杀迁到了青木，他在上一世恰恰是拆散我们的元凶啊。怪不得呢，我还想说怎么青木与我几番纠缠，原来竟有这样的缘由。所以啊，你是断断不能与他在一起的。你是不记得了，他前世的性子比如今讨厌1000倍万倍。他因爱慕你而不得，恶从心起，残害于我。而你呢，因对我用情太深，也自嗟而去。所以这一世，我就算踏破铁鞋也要寻回你，还要报当年他伤我之仇。紫月妖君，打住吧！我也真是闲得没事儿，在这听你胡言乱语。紫月妖君还是请回吧，我们青池宫地界太小了，招待不了像您这么尊贵的客人。你不信啊？来，那你试一试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亲我一下呀！相信我，只要你亲一下，定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前世的悸动，说不定还能想起些什么。紫月妖君，何必叫得这么生分？叫我静渊。这里可是青池宫，请你放尊重些。你害羞了？啊，那便抱一抱吧。本君长得如此好看，吃点亏就吃点亏。你，青木，你醒了。夜里寒冷，小心着凉。阁下深夜不告而来，着实不妥，还请离开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白日里被人打伤的青木上君。若我没记错的话，青石宫与你没半点关系。本君要来便来，要走便走，几时轮得到你管？妖族之人擅闯仙族之地，本君如何管不了？既然你已知道我的身份，就赶紧离开。若再敢打扰后池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哦，我倒要看看，你准备如何不客气。看来阁下是要与我动手了。正好，今日我得了太仓神枪，试试。区区一把破枪，本君又不是没有，要打便打，哪那么些废话？你们2个闹够了没有？一个不请自来，一个来此养伤。这里是青池宫，怎能轮得着你们在这撒野？还有你，好不容易捡回条命，还在这胡闹吗？听见没有？今日瞭望山要不是后池护下你，你这条小命早就交代了。毛还未长全呢，敢跟本尊抢女人，还是再回去修炼个几万年吧。紫月妖君，你少说2句。看，我家神君多厉害啊，把青木上君气得够呛。厉害什么呀？还不是被我们家后池吃得死死的呀！我瞧你家神君要想赢过青木啊，还早着呢。紫月妖君，还是请你离开吧。今日青池宫事多，我就不送了。好，过2天我还来找你，我们一起踏春品酒啊！自打乾坤台降世，本尊还从未赢过的冰块半分。瞧他刚才那脸色，舒服。
太舒服了。你跑那么快做什么？横竖我待你的好，还不如旁人几句话，何必留在这儿碍你们的眼？他是妖族之人，又灵力高强，我自然要礼让他3分。你又何苦跟他争个高下？我那是争吗？我分明是什么？分明是担心你没有提防之心，着了他的道。我虽跟他认识不久，但他是否真心，我还是分辨得出来，绝对不是你说的那样。是，别人待你就千好万好，我接近你就千难万难。既然你不领情，我走就是了。你伤得这么重，要去哪儿啊？去北海，去天宫。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？我那是争吗？我分明是什么？分明是担心你没有提防之心，着了他的道。别人待你就千好万好，我接近你就千难万难。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今天诸事不宜，不宜修炼。哎，小殿下，辛苦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都懂。这是我到处为你搜罗的衣物，你看看喜欢哪件？你说你好歹是个上神吧，天天这么不修边幅，成何体统？须知甭管是妖君还是仙君，对女君的外貌都是很上心的。你看看你喜欢哪件，你就拿去，别跟我客气啊。我平时很丑吗？丑倒不至于，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修边幅。那我跟景昭比呢？你们两个是那个不同的路线，但他有一点比不上你，你心眼大，气度大，他比不上。谁要同他比了？你刚刚问我的，我问你你就回答吗？你身为青池宫的长座，你不好好修炼，成天醉心于这些肤浅之事，你还怎么提升你自己？这些东西我全都没收了，你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。这个小祖宗，你等等我。你这到底行不行啊？行行，听你的，来。哎呀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让后池生气，我不应该吃醋。我错了，你别打我了。就算你不罚我，我也会自罚。我做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会再犯这些事情了。我错了。你不用罚我，我自己也。这么拙劣的苦肉计，你能不能走点心？可是伤痛又发作了。没事，后池，我今天是来给你道歉的。本上神接受你的道歉。你可原谅我了？我本就没有生你的气。你今天真好看，准备去哪儿？
是在下约了小神君一起踏春品酒。怎么又是你？不可能，后世不会跟你这种人踏春品酒的。不信，自己问。今日天气甚好，本君同你们一起踏春品酒。不行。为何不行？你身体虚弱，不能饮酒。小神君今日美艳的很，倒是令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后池，不能与这种卑鄙小人私会。什么味儿啊？又酸又臭，真是煞风景。我们青池宫向来中立，紫月妖君乃妖族之人，应与我们青池宫保持适当的距离。万一被人发现了，还以为我们青池宫拉拢妖族呢。三界皆知青池宫与天宫分庭抗礼，而你是天宫赐封的仙君，身份又谈何清白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紫月妖君，酒宴已备好，请吧。请。后池，后池，你不能跟他去。后池，景渊，放开我！景渊。见他吃醋，你很开心？我哪有？这些水果和点心都特别好吃，妖君快尝尝。你今日这身打扮，定是给他看的吧？妖君见多识广，可曾听说过一个叫博玄的人？你答应我来踏春品酒，便是为了这件事？博玄，你在紫月泉提过此人。你去过瞭望山，在瞭望山发现了我的扇子。是的。那博玄又与竹屋有何关系？那是我小时候，他经常带我去游玩的地方。千年之前，我去那瞭望山思念故人，喝多了，便在那竹屋睡了一宿，不慎将扇子落下，这才引了你前来。但你所说的博玄，我却不知是谁。本尊久居深宫，对于这些年仙妖两界新出的上君，实在不怎么清楚。那千年前，可有人曾居住过那个竹屋？脏得很，许是万年没人住过了。那博玄，与你有何关系？亲人。那青木呢？还请妖君以后不要再开此等玩笑。那傻小子，现在还在结界里关着呢。请妖君把他放了吧。怎么分头行动？太仓枪是上古时代的神器，却择青木为主。我想，不是机缘巧合那么简单吧？我不想听，也不想提及此人。后池，我约你来，可不是想听你说这些。你有没有想过同我在一起？你若是同我在一起，我便将整个妖界都让你做主。妖君为何突然说这些？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，难道你之前都没有感受到我的心意吗？紫月妖君，叫我静渊。紫月妖君，你刚才所说的话，我就当是玩笑了。我自问身无长物，灵力低微，样貌不显，性情平庸。除却上神虚名之外，我没有任何长处。你几次三番如此示好，究竟所为何意？是谁说你是如此之人？与其问谁说的，倒不如一问这三界之中谁不是如此看我。容后只提一句，仙妖两界皆以实力为尊，与妖君相配之人并非是我，还请妖君以后莫要再提及此事。你随我来。踏春，在哪儿踏春啊？这林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。小纸人，小纸人，
定是被靖远的妖君发现了。何方小小，竟敢跟踪本君？北海上君高抬贵手，小人不是小小，小人是青池宫的家业啊。家业？我倒是听后池提到过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青木上君竟然认得小人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不，三生有幸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上君放心，小人绝对没有坏心思。只是想不到有朝一日竟能见到您的真人。你是说我在青池宫很有名？自然有名，我们日常听的话本戏本可都是您的事迹，什么醉探天宫惠公主，还有北海一剑斩群芳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些都是别人胡编乱造，信不得真。我问你，既然你们都听过，后池不会也听到过吧？那倒没有，我们小神君这半年来日日苦修，可没兴趣琢磨这些。那就好。上君啊，如此说来，您对我们家小神君是真心的了？那当然。那我们小神君知道吗？我现在就让他知道。凝结术会吗？试给我看。再试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上次我在玄清宫便发现，你体内似乎有极强的封印，因为这道封印，你的灵力也一并被压制，而这条手链，却赋予了你极大的灵力自保。后池，只要你随我回妖界，我便能想法子为你破开封印。届时你就会明白，那日在瞭望山，白绝残念所言非虚，你本应是这世间最尊崇之人。去妖界恢复灵力，若我有上神之事，或许青之宫就能回到以前的模样了。我寻遍了整个祁连山，此花最为漂亮，送给你。有一句话，我放在心里很久很久了。我想跟你说，这花从哪儿采的？后山西边。是不是只有那儿有，别的地方都没有？你怎么知道？就这几束，我全都采了。这是长雀从蛟龙族求来的无价之宝，有来入药的。他花了100多年的时间，终于把他们在祁连山培育成功，总共也没有几株。他日盼夜盼，就等着这花谢了之后结出果子。你可倒好，全给毁了。那我再给他种回去。那还能活吗？哪个缺德的小毛贼把我的药花全给采了？有没有脑子？这花是用来摘的吗？我定会帮他寻回种子。傻子。自神界关闭之后，朝圣殿落于天界。本尊曾以为，我目光古君乃是神界最后之人，没想到竟然
6万年已过，4大神尊早已随着神界永封。就算你是天启又如何？在如今的天界，本君绝不让你好过。青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家业呢？啊，我把它支开了，我想亲自给你做一顿早饭，煲一碗梨汤。祁连山应该没有梨吧？你从哪儿寻来的梨？我早起去人间买的呀。你大伤还未愈，就帮我……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汤的做法特别复杂，虽说可以用灵火诀来控制它的火候，但是呢，这毕竟是咱们仙家的方法，还是要讲究人间的做法，文火慢炖，慢炖，慢慢的炖，炖得它又酥又软，方才好吃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没想到，你不仅长得好看，修炼也好，做饭还这么好。也不是了，我也是才学的。上次给你做包子，差点把玄清宫都给毁了。那以后，你不管做什么东西，我都会非常非常捧场的。那以后我只给你做东西吃。我帮你扇吧。你来。差不多好了吧？尝一下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觉得煮好后还不够，还得再加点火候。谁？出来！何方鼠辈，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哼！想不到妖界的紫月妖君，竟然和青池宫勾结。既然来了，便给本尊留下。不敢出手，怎么？怕本尊认出你的身份？如此强的灵力，你在这等我。是你，本尊不去找你，你倒出现在本尊面前。如今的妖神，本君何惧之有？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青石宫？白绝？不，他不是白绝，他只是青木。来人是谁？一只杂毛凤凰罢了。后尘，你可有受伤？你看，那是谁啊？好强大的神力啊！那是古君神君。他就是1000年前被上古真神选入长生殿的古君上神，果然风姿俊朗。如果这次天泽盛会我也能被选入长生殿修行就好了。
就你这修炼怠惰的模样，还想进朝圣殿，就等下辈子吧。神君，昨日东海龙王亲自送来一对碧海珍珠，说是献与您1个月后的生辰礼。神君如今掌管朝圣殿，得至阳天启2殿真神宠爱，莫说是仙妖2界，就算是神界中人，又有哪个不想讨好您呢？就是，您现在是朝圣殿之主，您的寿宴自然要比月华府更盛大。胡闹！本君的寿宴，如何能与月迷上神相比？方才是谁打破了这尊赤河宝玉？不说。本君受神君谕令，掌管朝圣殿，殿中一花一木，皆是神君的珍品。你们知道本君的规矩，若互相包庇，胆敢不说，就给本君通通滚出神界！快神君息怒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有人打坏了神君的赤河宝玉，我正在管教他们。不过一块玉石罢了，训诫几句就可以了，又何必这般生气呢？朝圣殿乃3界第一尊贵之地，若是规矩不严明，岂不叫外人笑话？并非是什么大事，不过是一块玉嘛，既是师尊喜爱的，以后让他们小心点便是了。那是小殿下的心爱之物，我当然要严加管理。此事便罢了，都退下吧。多谢神君。吴焕，你动辄责罚神事，与朝圣殿名声无异。师尊走了之后，你性子可是急了不少。小殿下不在，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心里心心念念，怎么把朝圣殿打理得妥妥当当，不让小殿下失望。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你也别太苛责自己了。知道了。你不是受至阳神君的谕令下界巡视3界，怎么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回来了？神界有大喜事，我自然要通知他早些回来。也是。再过几日，便是月迷神君10万岁的寿宴，你也该回来为他庆祝寿宴了。是师尊要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1个月前，下界山海频频异动，至阳神尊猜测，定是师尊混沌之力大成，将要重返神界，才会有此异动。不错，我与古君前去一看，下界4处结界皆有混沌之力溢出，神尊们均猜测上古真神不日便会回来了。吴焕，你怎么了？哦，小殿下终于要回来了，我一时太过开心了。这些年辛苦你打理朝圣殿了，等师尊回来，我定助你好好修炼神力。上古多年未见，甚是想念。不行，你这句话写得太随意了，不够庄重。重写。哎呀，不行，你这句话写得太寡淡了。上古怎么能体会到我们的殷殷期盼与挂念呢？你请你自己来。我怎么能行呢？来，坐。还是我们乐迷上神，文采斐然，冠绝3代。也不知道那个傻丫头怎么能受得住九幽的寂寞的。好在他在九幽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这次等他回来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再让他离开了。
护神之源，我一定要得到你。小殿下，这1000年来，你风餐露宿，受伤无数，不嫌累吗？我等实在不忍小殿下如此凄惨，不如您重返神界，我们俩相安无事。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护神之源乃3界至宝，亦会择主？何为战？何为杀？祖神创万物，难道是为了灭杀？何为因？何为果？生生不息，杀之无尽。以战之战，绝非善果。护神之源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混沌之力可生万物，亦可吞噬万物的奥秘。混沌之力大成，一念动山海，一念山海平。从今日起，3界在我脚下，万物在我掌中。混沌之力竟是这般光景！殿下成功了！混沌之力，师尊终于修炼大成了！是啊，太好了！这样，师尊，师尊，这样，师尊，你真的不能进去啊！我家师尊还在沐浴呢。这样，师尊，这样，师尊，这样是你这样不合礼数。1个时辰之前你说他在沐浴，我不相信他洗个澡洗这么久。让开，我要进去。何事？白绝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上古已经拿到护神之源了。知道了。
他怎么表现得这么冷静啊？该不会比我还早知道吧？什么？说。这样，神尊，那小殿下何时归来啊？下界混沌之力异动，上古明日便会返回神界。笑什么笑？魔尊，属下信不辱命。你做得很好。魔尊，咱们筹谋千年，牺牲了这么多族人的性命，才让混沌主神神力大成。今后发生的事，一定能如魔君所愿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血神与元神入了九幽，我可用做些什么？世人皆道，我魔族乃炼狱之地，想不到神界之人竟一个个前赴后继。有意思，听说雪莹极度上古，还被白绝逐出了神界。不如我们帮他一把。元神离体本就损伤极大，师尊竟为了他以元神施法，难道不知道这样会毁了自己的真神本源吗？不错呀，丫头。1000年就练成了混沌之力，就是狼狈了点儿。托你的福，不然这1000年我也不会过得这么惨。哼，若不是本尊的手段，你又岂能这么快练成混沌之力？也是，你这份恩情，本殿下记在心中了。怎么？你要走了？我混沌之力已大成，你设的结界也已破碎，我该回神界了。1000年修成混沌之力，当年的祖神擎天也不过如此。你能1000年化神，是神界有你心心念念的人吧？我们4大真神情同手足，称兄道弟，你莫要说这些荒唐话。本尊可没说你心心念念的那位，是位真神。看在你被封印了这么多年，这么惨，我就不与你计较了。走了。丫头，保重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神界是不会为难魔族的。走了。神界之人向来如此愚蠢，只知道提防我这魔尊作祟，却从不知道3界之内最大的敌人叫天命。魔羽，属下在。这1000年来，本尊已将神界之事从上古口中摸了个清楚。你即刻带着本尊的神力，到妖界的红雪森林，将穷奇结界彻底给破了。记着，那血神已被本尊注入魔气，是你行事在神界的一枚绝佳的棋子。是。
界平静太久了，也是时候该热闹热闹。上国，千年未见，我心甚念。不行不行，显得本尊太不亲和。上国，冰块儿。本尊准备了1000年，绝不能让你先见到上国。你的神力怎会如此虚弱？与你无关。元神离体之兆，难道这些年你一直在修炼时损伤元神是常事，何须大惊小怪？别以为我会把这些告诉上国。想打苦情牌，临门。雪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凶兽穷奇破结界而出，让我进去，我要见至阳神尊。多谢神阳神君，赶快顶住结界！这都什么时辰了，上古怎么还没出来？回两位神尊，半个时辰前，上古神尊已经离开九幽了。神君，不知为何穷奇来犯？穷奇一族不是被祖神禁在妖界大荒吗？此事定不简单，穷奇凶猛恐怖，这些人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们必须守好界门，等他真身前来。穷奇双目不可失误，殊死列队进犯定有为首之人，只要将其首领诛杀，定会让穷奇大乱。
你竟敢逃离九幽，煽动穷奇一族擅闯神界，找死！
孤军恭迎师尊回归神界。恭迎上古神尊回归神界。千年不见，诸神可好？今日雪神行为英勇可嘉，只是本尊有一事不明：你本守在九幽，怎么会知道穷奇作乱的消息？回神尊，今日小殿下破结界而出，雪莹本想上前觐见，恰见一魔族鬼祟出了九幽结界，雪莹担心他心存歹心，便随其后，这才窥见了穷奇之祸。看来雪神流放了1000年，明白了许多道理。你今日的行为应该褒奖。雪莹不敢。1000年前我为情所困，犯下了重错，今日所为全都是为了赎罪。若神尊怜惜，请让雪莹重回神界，今后定不会再生事端。也罢，赏罚分明，方为神界正理。即日起，你便重掌4技，复之原职。多谢神尊。那日我在尸神花田中休息，突然被一群魔族偷袭，乌压压的剑雨朝我袭来，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打斗中，一魔将趁我被魔气击飞，想要偷袭我，幸亏我眼疾手快，抓住了一根树枝。正当我稳定身形的时候呢，树枝断了。断了？嗯。有没有受伤呢？奇怪的是，我被一股莫名的神力接住了。莫名的神力？不止如此，这1000年来，我耳边时常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。上古，他总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力量。我猜，是不是你们其中某一个人，暗中来到九幽助我修行啊？那你觉得，会是我们3人当中的谁呢？是你吧，白冰块。白娟，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让你得以脱险。是啊，上古，你和魔神在九幽外设的结界，纵使是我们3个也闯不进去啊。可我看到那个人的身影了。你看到白绝了？我不仅看到白绝了，还看到志阳、吴焕、古君、月迷。那想必是你对我们的思念之情吧？上古，这1000年在九幽，委屈你了。九幽虽苦，却实为我福地。若不是这1000年的苦修，怕是我的神力也难以大成。来，我们一起举杯，祝上古神力大成。怎么这些年没见，你的酒力大不如从前了？不胜酒力。冰块，你也真是扫兴，明知道上古快回来了，还把自己的元神弄伤。你把自己的元神弄伤了？无妨，修行太忙。上古，如今你已经练成了混沌神力，应尽快接管主神令域。你就是只在乎我能不能接管主神令域。白绝，你也太心急了，我们都等了万年了，不差这几个。上古，你就好好休养，休养好了再说。是啊，冰块，你要是不胜酒力，就早点回去歇着。本殿知道，下界神力溃散，你们期待本君已久了。我亦怜悯众生，那就随了白绝真神的心意。
半月之后，我就接管主神令域，让那日成为继往开来的一天。本尊还有事，告辞了。白绝，罢了，有他在也是冷着。还好我有2位兄长，今晚我们必须尽兴。尽兴，来，不醉不归。神尊，没事。还是咱们家无患铺的床最舒服，还有我最喜欢的神女香，今夜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小殿下，您在九幽吃了那么多苦，可要好好休息几日，让无患好好服侍您。哪有你辛苦啊？这帮神仙惯会捧高踩低的。当年我走的仓促，你资历又尚浅，这些年你执掌朝圣殿，没少被为难吧？无论多辛苦，无患都不觉得委屈。如今小殿下神力大成，即将接掌神位，咱们朝圣殿终于要成为名正言顺的第一殿了。什么第一殿不第一殿的，那都是我以前的虚话。你放心，既然我回来了，以后定会为你做主的。日后呢，你好好休息，潜心修炼。我瞧着你这神力啊，比目光和古君可是差上不少呢。殿下，可是觉得我神力低微，不配再给你掌管朝圣殿？傻瓜，你想什么呢？咱们神界一向以强者为尊，我瞧着近来进神的后生们，他们个个神力高强。你为我执掌朝圣殿，他们面上尊你，可是如果你的神力没有进步，长此以往，只怕是不能服众。除了月明和古君，就你跟我最亲近了。我希望呢，就算你以后离开朝圣殿了，你也可以成为执掌一界的神君。无患糊涂，小殿下如此器重无患，无患定当不辜负神尊所望。也罢，你今天忙了一天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无患这心性啊，以后还有的是磨练。可否帮我禀报师尊？雪鹰求见。白绝神尊早已不是你的师尊了。白绝神尊与我曾有师徒之谊，雪鹰重回神界，理应拜访。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夜已深，我家神尊早就休息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红日，神尊，神尊，雪鹰见过神尊。多年未见，神尊风采依旧。你既有本事重回神界，理应办好差事，绝不可再生事端。今后不必再来，本尊亦不想再瞧见你。神尊，神尊，神尊，不能硬闯！神尊，你可知道我付出多少的努力才重回神界？神尊，为何你还是不愿意多看我一眼？神尊，神尊，神尊！算了吧，神尊。不管你做多少，神尊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你不是神尊心底的人，就别再做这些事了。你再这样，连我也看不起你。
样？星月女神可还满意？堂堂3届主神，竟亲自为我这小神君操办寿宴，这几万年没白活一场。这可是你的10万岁大寿，不大办一场，怕扫了你的兴。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这种大场面、大做派了？这不是为了给你长脸吗？真好看，又精致了。是啊。恭祝星月女神生辰快乐！你们2人动作倒是不慢。这娃娃都要生出来了。当初若不是月迷神君替我2人求得恩典，我们2人也不能结为夫妻。多谢神君。你们2人情比金坚，我不过是成其好事罢了。今日是星月女神的大寿，大家不必拘谨，一定要尽情玩乐。我从九幽给你带了个生日礼物，等他们都走了，我再展示给你看。什么宝贝？我呀，准备了3天3夜呢。你的生辰礼物一定要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上古，多谢你为我操办寿宴，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？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武焕，替主神和本君好好招呼客人。是，月迷上神。走。好景色，不愧是神界第1桃源林。怎么，你要送我的礼物，就是这一方园林？若是呢？你送我的礼物，我自然非常欢喜，也十分喜欢。方才瞧见夜神和日神，倒让我想到当年普华在我这林子里办姻缘大会，仿佛还是昨日的事。没想到，这都过了1000年了，你可还记得？怎么突然想起姻缘大会了？是不是思君了？这普华去下界历劫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就让他帮你签个10段8段的姻缘。我这辈子，估计是等不到红鸾星动的那天了。你才活了几万年，神寿无边，你说这个太早了些。那你呢？你的情愿呢？历练了1000年，可还将那个冰块放在心上？在他心中，可能3界众生远大于个人情感吧。与其吊死在他那棵树上，我不如放眼这世间的俊俏郎君。此话当真？当然不作真。这1000年来，我努力修炼，就是想要成为可以与他相配之人。但是我也不再想像以前一样，整日患得患失。上古，我拉你出来，是有一些话想说与你听。什么话让星月神君如此郑重？其实，你走这1000年，我很少在神界见到白绝，他只会出现在一些正经的场合，但每次见到他，总觉得他面色不好，像是身子虚弱。身子虚弱？你可还看到什么了？那倒没有，你也知道他的性子，向来不喜欢与人亲近，独来独往。我哪敢去打听啊？但是，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有古怪。这1000年来，我耳边时常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他总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力量。本源归一，合力破3星。我猜，是不是你们其中某一个人暗中来到九幽助我修行啊？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让你得以妥协。他若以元神离体，入九幽助我，神力本源损耗自是极大。难道？哎，想什么呢？哎，上古。你入殿已有些时日，
若是过了今日这道考题，我便正式教你法术和天地法则。真的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竟然对我用听心术，你无耻！嘴上恭敬，心里唾沫，便是有耻了吗？这是何物？风筝、拨浪鼓、走马灯，这是每个人儿时都玩的小玩意儿。哦，还有求婚毽子。对。本尊儿时可没有这么无聊。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那风筝于你来说是个小玩意儿，于我来说不是。上官，这只风筝不是坏了吗？为什么又会有一只？小殿下，红日，快将这1000年来你家神尊发生的事情都细细讲给我听。好。上果，怎么样了？你说话呀！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。什么十分重要的事？收拾他，以及娶她。娶她？你的意思是你要娶白绝？一般娶媳妇是不是要聘礼啊？是。娶一个寻常的仙君，尚需3媒6聘。他堂堂真神，那要迎娶他入朝圣殿，自是要把天下的奇珍异宝都要放到他面前，否则怎么对得起他对我的1000年苦等啊？这离开神界1000年，性子倒是没变。奇怪，此处并无穷奇的气息，难道凶手已走？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。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，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啊！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，过来瞧瞧啊！本店手艺超然。奔月的仙子，镇海的神龙是应有尽有。如果谁的木雕能够超过本店的手艺之一，本店愿以3倍的价格买断，绝不食言。仙子啊，你在咱们南海城已经喊了3日了，这城里的好东西都被你搜了走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位仙君，我这才赢了几件宝贝啊！这南海城是咱们仙界最有名的地界，我想这文物玩家们也不会不舍得几件木雕宝贝吧？好脆的嘴皮子！今日我带了家中祖传的木雕，家传可比得过你的？那可真贵。这宝贝好啊，这手艺看起来是不错，果然不错。为何诓我下界？哎，白冰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月迷说的穷奇之乱是假的。穷奇之乱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快当主神了吗？下界快活几天。你该不会也是找个借口下界游玩的吧？巧啊，咱俩在这种地界儿还能碰上，有缘分。
不如一起游玩。胡闹，走。别动手。还不走？哎，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？就是啊，认不认识啊？啊！各位仙君，1000年前我跟着他学艺，怎料对他动了真情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表白。于是我就把一整颗心全都扑在了他身上，结果他碍于种种，果断地推开了我。我遍体鳞伤，决定忘记他，云游千年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如今他后悔了，跑来找我，对我百般纠缠。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该不该原谅他，我该怎么做呢？仙子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别理他。对，别叫他。哎，可我看这位仙君对这位仙子还是有情有义的。我曾赌咒发誓，下了无数次狠心，决定不再与他和好。可是只要我一见到他，我心中的情愫就又被他勾了起来。这不，他喜欢木雕，我便想把这3件所有的文玩全都集起来送给他。你们说我怎么就被他吃得这么死死的呀？还是他太过分了，好好的感情不懂得珍惜，就这么错过，也太可惜了吧？就是啊，在一起吧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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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想到堂堂的白绝真神也会有如此狼狈的一天。怎么样，被人误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滋味如此的难受，还有人愿意忍受1000年。你说这个人他活不活该？本尊并没有无情的将你推开，更没有对你百般纠缠。这是我新看的画本，你难道对号入座了？这是东荒的浮雕，这是青丘的根雕。上果，你马上就要接掌主神之位了，不可再这般闲散。闲散？1000年前有个人比我还要闲散，他时常神出鬼没，不知去向何方。这没有别人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他只是不喜热闹罢了。不喜热闹，不善与人亲近。那主神以为，那人应该如何行事？本殿下以为嘛，时光如你，让我情思绪牵引。今夜是七小节，外面应该挺热闹的。
要不要出去逛逛？被人来回拨动心弦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不过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从前你不是最爱吃桃花酿吗？我在九幽食惯了山泉素果，早就不喜这些甜腻腻的东西了。走吧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可要给令妹买个最时兴的兔子灯。这位店家，你怎么做生意的？你应该说我二人极为登对，应该买一对鸳鸯灯才对。这位小仙子可莫要诓我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仙人，两位这一看就不像是一对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对了？离得这么远，可不像是一对登对的仙侣。我全买了。哎，好好好。你喜欢哪个？本尊不喜这些。你不喜这些，那么你一定喜这个。这风筝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猜。这又是做什么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仙族男女将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写在花灯上，然后把花灯放到水里，然后诚心的向我们这些神明祈祷，给他们一世情缘，他们便能如愿。可普花还在轮回道里，写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再乱说，我就把你风筝扔水里了。这风筝怎么到你手里的？何止是风筝，不知道是谁把我心爱的玩具啊、写的书签啊，全都藏在自己的书房里，而且一藏就是1000年。你说这人为什么如此保存我的东西，还视若珍宝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，1000年前就想说了，在桃源林、瞭望山，我就想说了。白绝，我谁坏了本殿下的好事？小神参见小殿下。不知小殿下与白绝真神降临下界，有失远迎，接驾来迟。小神乃司水之身。我没找你出来啊。适才小神收到了小殿下的花灯，灯上面不是还写着那个住口！一定是我写的太快，没写清。这暗夜无光的，你也没看清对吧？水神要说什么？灯上要写着什么？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我还安排了好多好多好玩的。凶器！凶器来了！真有凶器祸乱。看来妖界大荒的封印已经破碎，凶器才会3番4次的出来作祟。目光和古君刚从大荒回来，怎么会又出变故？一切要等查明真相，自然清楚。你速去神界禀报至阳神尊，告诉他我与白绝在此镇压穷奇之乱，请天启和至阳神尊去查看妖界的封印，看看妖界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是。你的身体尚未恢复，还是我来吧。不碍事，我们必须要将那穷奇困杀于此。若放走意志，仙界必有大灾。天界自然的混沌气息已然稀薄，不适于动用神力。若此时你我出手，这地方会变成废墟。那怎么办？记不记得我在瞭望山教你的剑招？你是说以古地剑的剑力？对，古地剑，乃天地4大神器，再加上你的本源助力，想必古地剑上的混沌气息，足以诛杀穷奇。好。
穷奇出现在下界，千真万确，小神亲眼所见。如今仙界南海城已是乱作一团，若非上古真神和白绝真神就在那处，怕是定会酿成大祸。白绝和上古一起去了仙族。天启，上古真神命小神速速回到神界，禀告诸位神尊，请神尊务必彻查穷奇之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别愁眉苦脸了，这穷奇虽是上古凶兽，但是有上古和白绝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恐怕此事没有这么简单。你别忘了，上次穷奇来侵犯神界，全当是魔族作祟。可如今穷奇出现在下界，那一定是妖界出了问题。行了，本尊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？妖界本就是本尊的地界，若有谁敢在本尊头上作乱，本尊定会要他好看。我渡些神力给你。不必了，只是点旧伤，回神界几日便好。你这点神力，留着接掌主神令语吧。如今仙界有异动，我们得赶快回到神界。你还以为我像千年前那般不中用吗？今天这一架真刀真枪打得真是痛快，比咱们在瞭望山时还要有默契。如今主神神力大涨，的确有三界之主的威风了。穷奇一族一直生活在被祖神封印的妖界大荒里，之前被魔族率领来到神界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不想今天又突破结界来到了此处。想必智阳和天启已经去妖界查探了，不必担心，我们先回到神界。圣果，明日你便要接掌主神令语，到时候神界诸神和下界巨擘都会前来观礼，继承之礼会比较复杂。放心，前几日我便记熟了古礼，一定不会出岔子的。好。还有，主神令语蕴含着天地法则和混沌之力，你接掌之时一定要当心。我体内的混沌之力已与天地法则相融，主神令语伤不到我的。那就好。白绝真神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顺利的接掌主神之位，继承神界。我知道，我就会嘱咐两句。要是喜欢你的女君在此，看见现在堂堂的白绝真神变成了一个碎嘴老太婆，你说他们会不会芳心另许啊？他们怎么想与我何干啊？我回去休息了，去吧。哦。等等，待你接掌了主神令语，可否与我去桃园林一聚？我有一种心事，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了，我想在那告诉你。真神之约，上古定会赴约。神尊，您真的要……不用再说了，我意已决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可咱们可以告诉智阳神尊和白绝神尊啊。智阳和白绝，他们的天命是造福众生，上古
和伊万生灵，你觉得他们会站在哪一边？什么？血神刚利用完本君，便想翻脸不认人了吗？血神不必进化，如今你也快堕魔，算起来，你我可算同族。一派胡言！我乃血神，怎会是你魔族？是与不是，血神有的是时间去想，但是别忘，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明日接掌大典，你便是魔尊之眼，我们已帮你重返神界。这点小小的要求，不过分吧？不坏，长老。多年未见长老，长老身体可好？一切尚好。长老请进。好。无患。如今无患可是风光了，和千年前在族中是完全不一样了。哼，小人得志罢了。待凤凰涅槃归来，朝圣殿中哪里还有他的位置？是啊。无患，跟我更衣。无患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见时候不早了，到处寻你寻不到，便来店里找你。无患说你不肯起，让我来唤你。殿下，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您应该起来梳洗，去界门迎接下界前来观礼的诸神。我是主神，接他们做甚？你去，你带我去。就算殿下不去界门迎接，你也该起身了。一会儿咱们朝圣殿的人都要下去乾坤台准备接掌仪式。殿下，殿里何人伺候您起床啊？我在九幽都学会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再眯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那你可快点起身，顶多就一炷香的时间，晚了可不成了。睡过头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是要当主神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在继承之日如此荒唐呢？我就是小气了一下而已。是，主神日理万机，理应小气片刻。你刚才说你到处找我，做什么？知天锦，我寻了几匹来给你做衣袍，等你成为主神后就能用上了。只有它才能配得上混沌主神。不周山天女万年才能织出一匹知天锦，你从哪儿寻的？听说整个神界还没有一件衣服是知天锦做的呢。早些年，我便知道总有一日你会继承主神之位，便为你备上了。早些年啊？很多年前，我看了一个小姑娘写的手账。有一个小姑娘天生神脉不通，但她心里比谁都想认真修行。她没有施恩众生的神力，却悄悄记下了这世间所有苦难的地方。她还在没有混沌之神能力的时候，便有了造福苍生的心。一路走来，她将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面。
但我看到他的上进和努力，他所付出的一切，我比这世间任何人都明白。从那日起，我便相信，他一定能成为造福苍生万灵的混沌主神。也是这一天，我等了足足1000年。你换衣服吧，我陪你去乾坤台。给我来！都住手！何人敢大闹生死门？本君乃北齐小祖青池，是紫月妖君的座下客卿，奉妖君之令来到这3重天商讨要事，还不速速带本君入城？什么北齐南齐，本君从未听过，少在这招摇撞骗。2个不开眼的东西，就算你们不认得我，也不会不认得紫月妖君的信物吧？真是妖君的信物？还不速速带本君入城？若是耽误了神君的要事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我瞧这姑娘嚣张的紧，怕不是说谎，要不再让她进去。算你们识相。若是日后有机会，我定会向神君多为你们美言几句。且慢，本君守妖皇令，戍守第3重天，来历不明之人不入生死门挑战，谁都不能进。职责所在，得罪了。慢着，既都是为了神君办事，那我们不必伤了和气。今日不做生死之战，谁先出了擂台，谁便输了。好，那我就一人，再让你一只手，一只单手出战，也照样能赢你。老黑，没事儿。怎么回事啊？飞身！你输了。你耍赖！输了便是输了。好了，本君赢了，不同你们玩了。在我生死门前比武，乃是我妖族至高之战，你竟使用如此卑劣手段，简直是厚颜无耻。什么是卑劣？明明是他自己轻敌，本君是光明正大的将他打出去的。强词夺理，在我妖族向来只论实力，从不论规矩。像你这等宵小，休想进入我第3重天！殿下不必紧张，定是有人在闯生死关。阁下是谁？竟敢坏我生死关的规矩！闯关者，秦不上君，若让那白沙你想怎么进去？你小子倒是张狂得很。刚才你不是说过，妖界只讲实力，不讲规矩吗？既然如此，本君便破了你们这儿的规矩。这剑气霸道十足，完全不在我之下。
可却从未听说过妖族有此任务。看来妖族的实力比我想象中更强大。父神说的对，若要开启神界，绝不能与妖族交恶。请。竟然斩断了本君的紫火，我倒要看看你试试。是你吗？你真的回来了吗？我看这3重天内，你们还有谁不服？青木身上怎么会有一丝妖力？白绝，上君妖力之盛，乃在下平生仅见。阁下请。走。刚刚还助我走进第3重天，这一进来就不再理我了。算了算了，到底是他救了我。又是个年轻的后辈，哄哄他又能如何？刚才真是多谢你了，你这份恩情本君记在心上了。他日寻得伯玄回到青池宫，本君定有重酬。小二，来2壶酒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啊。是吗？现在后池上神又愿意同本君一同上路了。哎，您的酒。你我相识至今，并无任何过分算计。之前是我气过了头，所以口不择言了。我在你心里，是不是一直都是一个自大、冲动甚至幼稚之人？哪有那么夸张？来，咱们边喝边说。反正横叔你心里都是寻找伯玄最为重要，就如同你所说的，咱们各走各的，本君也不喝你这酒。还来劲了。
咱们把这酒喝了，就去找博学。那就是玄镜宫，紫月妖君就住在里面。这里守卫森严，硬闯肯定是不行。终于不蛮干了。我何时蛮干过？上君不仅意气用事，记性还不好。昨日你可是刚同人打过架。每次我路见不平，景监都会夸我嫉恶如仇，怎么到你嘴里变味儿了？那就劳烦北海上君动动脑子，想个万全之策。或许我们可以乔装成侍卫混进去。玄镜宫的守卫都出自异营，你觉得不认识彼此的几率能有多大呢？是啊，是我欠缺考虑了。你还是蛮干吧。阿庆，阿庆，二殿下有何吩咐？阿庆，这令牌你收回去吧。长庆既已归还了三军令牌，便是要请辞而去。从此以后，玄镜宫之事皆与我无关。二殿下身份尊贵，难道要强逼我留下不成？你明知道我不想你离开，可却偏又如此。阿庆，难道你我之间就没有旁的解法了吗？小丽。小丽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神魂不稳，受了风寒怎么办？阿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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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走好吗？是森宇殿下。妖族的规矩，以实力为尊。既然二殿下执意不放我走，那就动手吧。若我赢了，从此玄镜宫中再无任何人能够决定我的去留。阿庆，咱们别胡闹了。哎，妖兄，新出炉的瓜子。哎，要说好吃，还是这人间地北城的核桃味瓜子令人回味无穷。天宫的仙子要是看见青木上君现在这般模样，不知道要哭多久。爱吃瓜子怎么了？市井。我吃五谷杂粮本就是市井中人。再说了，只有真神才可以比。可怜那些仙子把你幻想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冷男神，白白浪费了多少珠子。要怪，就怪我长了这张清冷的脸，才会无端惹来这么多目光。好啦，我早知道你不是装的。眼前的这个男子是妖族的二皇子森宇，女子是狐族的少主长庆，他们两个本是一对妖人，1000年前就已经互许终身，定下婚约。那他们二人为何还要打架？这还与以前的仙妖大战有关。当年森宇受了很重的伤，被一只小狐所救。这小妖把自己的本源妖丹奉给了他，从此便不能化成人形。森宇便把他带回了玄镜宫，留在身边照料，并许诺护他一生。此女乃狐族的少主，心性刚烈，又怎么会受得住此等侮辱？一怒之下，便断了两个人的婚约，一心只想离开这第三重天，回到狐族。缘聚缘散本是寻常，又何必如此纠缠？北海上君此话略显虚伪啊。
森宇是男子，这天下的男子，哪个不想坐享其人之福的？在你面前的这位男子就不想。怪我得罪了。青木上君，叫我青木。青木，你体内为何有妖力？你不想说便不说。我们青雉宫一向是仙妖平等，我也绝对不会因此看低你，或是把你的秘密告诉仙族。与你，我没有秘密。我这一点妖力，自我有记忆起便有了，平时不显。只有当我释放强大灵力的时候，才会偶尔不受控制。体内仙妖之力共存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是啊，所以我想尽快找到博玄，问问他我的身世。奇怪，他二人应是实力相当啊，这森宇怎么会精进这么多？应该是长青退步了，他的灵力根本驾驭不了如此招式。人生着你吧。阿七，你知道，小离一向身子弱，所以我不得不。殿下的事跟长青无关。没有我的口令，第三重天没人敢放你出去。二殿下，这女妖倒是麻烦，既然身子虚弱，不在玄清宫好好找个大夫养着，还跑到这儿来添乱。你方才说什么？这女妖麻烦。最后一句。我想出进玄清宫的法子了。这是什么？明知小姐身子弱，还敢让她跑出宫？本殿昨日就差你们去找大夫，人呢？二殿下恕罪，我是大夫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自有办法。二殿下，在下乃狐族北池，最擅长治疗各种狐狸疾病。我看二殿下十分的紧张小离姑娘，不如让我试试。你从静游山来，哪支血脉？小君乃玄狐一族，长眉长老是我的师傅。这是我的药童楠木，一只钢化型的杂毛狐狸。长眉长老的徒弟，想必医术定是不凡。来，你给小离瞧瞧。亏得凤然平日常教些异事杂文给我，叫我不仅认识森宇、长沁，还将这三界诸府的门道摸得清清楚楚。不愧是医者呀！这转身丹对我没什么作用，倒是便宜了这只狐狸了。小师傅果然医术高超，不愧是长眉长老的高徒。不如入我玄清宫，让本殿招待一二。这不好吧？师尊让我常年游历在外，怎好去玄清宫叨扰殿下？是啊，北池师傅，这蛟龙一族的平惠长老还等着我们去治疗呢，不能在此处耽搁了。这小师傅连蛟龙一族也能医治，医术果然不凡。进入玄清宫吧，本殿定把你奉为上宾。也好，平惠长老有我留给他的灵丹，应该已无大碍。小离姑娘身上有旧疾，她的病情更为要紧。那么我们就去玄清宫住上几天，好好为小离姑娘诊治诊治。太好了，小师傅，请。乖徒儿，还不拿好药箱，紧跟师傅。
这玄金宫四处都是禁制，紫月妖君身份贵重，也不知住在何处。北池小师傅，小丽究竟怎么样了呀？二殿下莫急，我这就为小丽姑娘医治。后旨，后旨。那妖狐施了妖丹，灵力散尽，连神魂都不稳了。就算天帝来了，也未必能治好。你这点本事能行吗？我虽灵力不成，但是杂七杂八的倒是会一些。如果出事了，你找借口先逃，我来顶罪。你先看你自己的样子吧，小心露了马脚。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小师傅，情况究竟如何了？二殿下莫急。雪莉，小丽，殿下，化形成人了。小丽姑娘毕竟施了妖丹，想要化形成人颇难。方才小君施针，也只能维持她几日的人形。不过二殿下请放心，小丽姑娘虽旧疾难除，但是我对此病情深有研究。只要让我再施针3日，小丽姑娘便可灵力重聚于体，代替妖丹重新修炼，完全恢复人形。真的？多谢北池小师傅。来人，带小师傅更衣，摆设酒宴。我要好好谢谢小师傅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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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师傅不善饮酒，不必了。你这位药童，好生无礼啊！我在跟你师傅说话，与你何干？正是，小君初来乍到，对玄金宫仰慕非常，有许多问题想要向二殿下讨教。师傅，还请二殿下派人把我这位小药童带去他的休息之处，以免他惹是生非。小师傅请放心。你们妖族之人，可真是会享受生活呀！来，多谢北池小师傅救了小丽，本殿敬你一杯。举手之劳，二殿下不必挂怀。二殿下对小丽姑娘用情至深，真是令人赞叹啊！我常年居住静幽山，竟不知会有玄金宫这样美轮美奂的地方。尤其是刚进宫的时候，那轮紫月高悬，比别的地方都要璀璨。小师傅有所不知，眼下那紫月妖君就居于玄金宫中，你所见到的紫月，就是他的法力所化，这自然是与他处不同了。那不知紫月妖君何时来的玄金宫呢？这怎么说，也有1万年了吧？1万年。二殿下，北池仰慕紫月妖君已久，不知此次可有机会相见？这恐怕小师傅要失望了。紫月妖君性格孤僻，整日戴着面具。
本君的面子你不会不给吧，殿下？不行，真的不能再喝。来，喝。来，继续啊。小样，当年本座在渊灵沼泽称霸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呢。不是，你刚刚不是喝醉了吗？去哪儿啊？驀然上街。我不是说肚子不归吗？来，你继续喝。喝什么呀？你给我松开！缚灵锁，你敢拿缚灵锁捆我？景剑，你给我解开！景剑，你给我解开啊！我在这里待取他安危，他倒好，天地神魔皆是一家，跟谁打的都火热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小神医，你慢点走。小神医，慢点，你别摔着。你这玄清宫的酒是真好喝，慢点，比本君宫里的酒醉人多了。北池师傅，你回来了。青木上君，你不去天宫找你那个小相好，你来我梦里做什么？你喝多了，师傅。什么天宫，什么相好，这话本里面的东西信不得真的。其实你真的是生得十分的俊俏，若不是景昭看上你，我带你定会有所不同。你喝多了，师傅，我送你走了。我没喝多，喝多了。北池小师傅，莫要不识趣了。你看小妖童长得如此俊俏，我们还是速速离去吧。再给我来5壶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喝这么多酒，万一暴露了身份怎么办？若真遇到坏人，你的清白可就毁了。以后你要再喝酒，必须得有我在，听到了吗？干什么？好吃。
知道昨天晚上不该贪杯的。这妖族的侍女可真是贴心呢。是你，青木呢？妖族中人惯使用荤腥，这素包子难道是青木给我做的？孺子可教也。假戏真做？他不会假戏真做了吧？这当师傅的感觉确实不错。他让我在这等他，又要耍什么花招？待会儿我吃饱了，陪我出去消消食，可好？你不去，我可自己去了。那个包子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，但这个桃花酿他肯定喜欢。浩池，浩池呢？又没等我单独行动。神尊，那女君出身于玄虎族，是长眉长老的徒弟，名叫北池。可有看清那女君的长相？未得神尊之令，子还未敢现身。只是我拿着神尊的画像给那侍从辨认，那侍从也说北池长得与小殿下极为相似。北池，那另一个人呢？是他的药童。药童，一只杂毛狐狸，名叫楠木。北池楠木，定是化名。昨日森宇设宴款待，北池孤身前往，留那药童一人在房内喝粥。这一唱一和的，许是相识良久。神尊，这二人化成医者入宫，可是有所图谋啊？能图什么？难道还能图本尊不成？神尊，我并非泼您冷水，只是你至今未感受到他们一丝一毫。是，若这二人真是小殿下和白绝神尊，那玄金宫此时应该灵力滔天才对啊！别说是你，就连我，也未曾感知到他们二人的神力。但这绝对不是巧合。神尊可有打算？是真是假，今日自见分晓。此处守卫重重，以我这点灵力，恐怕难以潜入。可若是错失良机，恐怕以后再难寻到进入紫月泉的契机了。原来擅闯紫月泉的小贼是青池宫的后池神君啊！小神君好大的胆子！你青池宫当年庇佑了妖皇的杀子仇人，你竟还敢来玄清宫啊？他知道我是青池宫的人，却对我没有丝毫敌意，一定不是妖族大殿下森洪。不知上君是何人？本君借居玄清宫，不过是妖皇陛下的一个客卿罢了。客卿？知道本君的身份还能如此淡定，上君心性倒非常人啊。本君素来不爱管闲事，你青池宫与妖皇的仇怨，与在下又有何干呢？上君为何要救我？长得好看的人，在本君这儿，没有闲事。这人在玄金宫的地位，只怕不低。那多谢上君了，
不过上君放心，本君此次前来并非恶意，只是想寻一位故人。故人？上君久居玄静宫，可否见过紫月妖君？他，不过是一个整天爱戴着面具的讨厌鬼，你寻他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紫月妖君是本君的心上之人。你说他是你什么人？心上之人。你见过他？多年前，我随父神来到玄金宫，偶然与他一见，一见倾心，相思万载。当真？当真。本君熬不过思念，便来了这3重天。不知上君可否知道紫月妖君如今何在啊？他就在这玄金宫内。你真的想见他？当真。不知上君可否愿意相助？他日后持姻缘得成，必有重谢。愿意，自然愿意。据本君所知，紫月妖君每日此时都会在紫月泉中沐浴。你现在去，定能瞧见他。多谢上君。谢就不必了，待你和紫月事成，与本君饮几杯酒即可。上君高义，后侄感念在心。不知上君如何称呼？他日后侄定陪你饮上几杯。不必问了，小神君。本君与你自会有相见之时。神尊，这青池宫的小神君，可一点没有上古神尊的混沌气息，而且他也不认得你，他会不会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？不管他是谁，本尊今日都要试他一试。紫月妖君。过来，给本君按按头。这声音也不像他。你这小侍婢，怎么还不过来？小侍婢，若是讨本神君欢喜，本君允许你留在紫月泉服侍。神君，神君，我这手法怎么样啊？尚可，继续。神君常居这玄金宫，可曾游历过3界啊？自然。那神君可曾游历过瞭望山？是你？怎么，见到你的心上人，不欢喜吗？本君还以为你喜欢本君这套呢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来玄金宫，不就是为了见我吗？此扇是紫月妖君之物，你为何要去瞭望山竹屋？你认识薄玄？圣果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妖君请自重。你怕是酒喝多了，认错人了吧？我是后池，不是什么上古。你明明就是……放开我！快放手！圣果，后池到哪儿去了？难道在这儿？何人擅闯紫月泉清地？小君乃3与2殿下请入宫的医师南木，
随时入宫为小离诊治。白，你认得本君？难道他不认识我？神尊说他在水晶中瞧见了白绝，可这人周身并无神迹，或许不是他。但他万一故意隐藏神力，我就这样干杵着，会不会失了礼数？我是行礼还是不行礼啊？可这么弱的灵力，青木，是，快走，走。神尊，那青池宫小神君可认出您来了？他不认得我。听说森宇新招了一名胡左有名的名医入宫，想必是后时所化。与他一起前来的那名同伴，虽然长相与白绝真神极为相似，可他也不认得我。此人一身灵力倒是极为精纯，但也只是上军巅峰。神尊，您觉得这二人到底什么身份？是真与那两位有关，还是只是吴焕和目光的阴谋，故意来探咱们的虚实？不急，本尊还有很多事需要查清楚。但是本尊可以十分确定的是，后池便是上古。他手中还带着白绝赠送给他的手链。当年白绝真神故意留了你我一抹神息，您才得以存活。虽然实力大不如从前，但好在我们可以从头再来。臭冰块留我一命又如何？当年他终是不信本尊，还害死了上古。若再见到他，本尊定将他挫骨扬灰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对，这臭冰块销声匿迹6万年之久，实力肯定也不如从前。放肆！白绝好歹也是真神，你岂能如此无礼？我就是顺着您话说的，神尊。我能说他，你不行。是。我知那臭冰块来了下界，却不知他身在何处。我曾去瞭望山寻找，在那儿发现了他的踪影，但后来，这3界中再也没有他的气息了。那白绝真神可是？他若这么容易死，便不是白绝了。昨日北池小师傅那般细心医治，周身看不出半丝仙力。可今日我前去探望，却撞破他师徒2人隐瞒身份之事。你说什么？小离本也是不信的，可殿下你想想，这先祖中人几万年来不来玄金宫，怎么这二殿下才来，便有这师徒2人的事儿？莫非他们要里应外合，对玄金宫图谋不轨？殿下，你瞧瞧小离这伤，这是先祖所为啊！2个先祖的人，竟视我玄金宫于无物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耍花招。来人！殿下且慢，长老要说什么？今日天宫2殿下与3公主才来了玄金宫商议和谈之事，妖皇陛下是否接受和谈还未可知。若咱们此时大张旗鼓围捕先祖，未免不妥。属下以为不如派人暗中寻找，待问清了来龙去脉再行定夺。这2人乔装入宫，行事着实鬼祟，即便不是警戒授意，恐怕也另有图谋。眼下父皇正在闭关修炼，姿势体大，要是出了差池，
何人担责？来人，集结妖军，搜宫。是。方才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衣服都湿了？方才在紫月泉遇到了紫月妖君，我就问他认不认识博玄，所以就出了点小状况。出了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吃亏了？无妨，刚刚他触到我手链的时候，我手链迸发出灵力，让我在瞬间得以离开。我想，他与博玄一定有某些渊源。他可识出了你的身份。浩直，我们得立刻离开这里。孙宇旁边的小离诡异得很，方才他想闯入你的房中对你下毒手，还好你不在，但我仙族的身份已经被识破了，我们得赶紧走。好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，待找到凤然再说。去那边看看。来，快跟上！一定是妖族出事了，我们去看看。长倩，想不到他二人竟是旧识，看来千池宫如今虽已没落，却仍不可小觑。你怎么来第三重天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？这位是不用介绍了，天宫二皇子景剑。10000年前罗刹帝冰解之法那场大战中，我跟他有过照面。废话少说，我时间不多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来见你，是想让你带我们偷偷入玄晶宫。入宫？如今陛下正在宫中闭关，你一旦泄露一点灵气，肯定会惊动陛下。你这是嫌命太长了吧？我当然知道，只是后池为了见紫月妖君，已经入了玄晶宫。古君上神当年为了我的事，已经和妖皇结了仇怨。若是怕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此话怎讲？你有所不知，今日宫中出了变故，森宇下令集结妖军搜宫，说是要查出2个仙族暗探。我想，可能就是后池了。那怎么办？若是后池落到森宇手中，这就麻烦了。长倩上君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你相助一二。只要我和凤然能入得了玄晶宫，不出1个时辰，一定可以想办法把后池带出来。不是我不愿意帮你们，只是长倩。也罢，半个时辰，我带你们进去，待找到后池，马上带他出来。筹划上君，青池宫长座凤然和天宫二殿下闯宫，森宇殿下有令，让您率兵前往无尽园捉拿凤然，格杀无论。好一个不知死活的凤然，竟敢擅闯我玄晶宫，是欺我玄晶宫没人了吗？走，随本君去砍了那只凤凰。是。凤然入玄晶宫一定是为了救我，他与森宇是杀弟之仇，他们一定不会饶了他的。我现在就去无尽园救他出来。我跟你一起。这是我青池宫的私事，你一个天宫上君，不必插手。小殿下先别着急把我撇开，我与凤然虽然没有交情，但他和景剑在一起，我不能让景剑出事。走。他们就住这里。长庆姐姐，你为何会跟凤然在一起？又为何寻至此处啊？难道北池图谋不轨，你早已知情？灵火鞭，青池宫长座驾临我玄晶宫，本殿有失远迎啊！景剑，天帝派你来跟我妖族和谈，你现在居然跟这个凤然沆瀣一气，不知你这般两面三刀，可否也是天帝的意思？二殿下，景剑如此行事，实乃事出有因，还请二殿下见谅。见谅？谁与凤然为伍，谁就是我妖族的敌人。凤然，当初你斩杀我三弟，我父皇看在古君上神的面子上饶你一命，而如今你还敢进入我第三重天？孙元害死我家老头子，危害人间，欺男霸女，
就算我不出手，其他侠义仙君也会为三界除害。你说什么？森宇，他们入宫确实有因。长庆姐姐，这凤然可是殿下的杀弟仇人，你怎么能勾结凤然和仙族之人闯入玄金宫呢？殿下对你这么好，你实在是太辜负他的情谊了。这是本君与森宇之事，与你何干？今日之事，长庆自会去陛下面前领罪。陛下要杀要罚，长庆绝无怨言。阿庆，你过来。森宇，今日是我把凤冉带进宫中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完好无损地把她带出去。长庆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此事你先别插手。森宇，今天新仇旧账和你一起算。你这些年容忍他人如此欺辱长庆，今天本君就带他好好收拾你这负心汉。夫人，小离，北池，本帝如此信任你，你居然混进玄金宫诓骗我，如今还敢出现？本君若是不来，如何见到森宇殿下的心头肉暗箭伤人，行如此卑鄙阴险的手段？他不过是一时情急。一时情急？那本君问你，凤冉什么灵力？若你与凤冉交战，就算是景剑和长庆也不敢随意插手吧？他一招便击退凤冉，如此高深的灵力，你还要为他严请名医，简直是可笑之极啊！小离，你怎么？殿下，小离方才是忧心殿下，害怕殿下受伤，也是情急之下随手一挥，哪里知道正好伤了凤冉，这才救了殿下。倒是此人居心叵测，又是仙族又帮凤冉，殿下可千万别听他的挑拨啊！真是柔弱不已，我见犹怜啊！凤冉是本君的人，本君与天宫毫无关系。我久居祁连山，甚是无聊，听闻这三重天热闹的紧，便来游玩一番。凤冉担心我，便与景剑前来玄金宫。都是本君贪玩所致，令大家产生了误会，十分抱歉。难道你是？本君就是你想的那个人。这杂毛狐狸，怕本君揭露他龌龊的心思和皮脑，便想刺杀本君。森宇，刺杀上神，论罪当诛。本君现在便杀了这小狐狸，你不会反对吧？听说这小狐狸救过你的命，是你的救命恩人。那本君就拿着小狐狸的命，换凤冉的命。现在，我可以带凤冉走了吧？凤冉，我们走。后世上神好生威风啊！父皇，恭迎妖皇。要知道，就连古君也不敢在玄金宫如此放肆。陛下，凤冉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还望陛下饶了凤冉一命。长庆，当年你父兄舍半族之力，救我于水火之中，我一直视你为己出，膝下三子也当你如亲妹。怎么，今日你却替他求起情来了？难道你忘了森云怎么死的了吗？后池，我念你父神份上，今天让你走，但凤冉必须留下。妖皇陛下，凤冉早在万年前便被我父神庇护于青池宫，您一言九鼎，想来您也不会出尔反尔吧？当年古君有言，凤冉居于青池宫中，永不入妖界一步，我才给了条生路。可今日他不但闯入了妖界，还如此放肆，他当本神的面子何在？就算森云死有余辜，但他依然是玄金宫的三殿下，是本皇
最宠爱的儿子。妖皇所说言之有理，可是凤冉毕竟是晚辈，又是我青池宫的长作，若今日死在您的手下，恐怕这玄金宫会被三界耻笑，说您以大欺小。倒不如待我父神归来，亲自登门拜访，以保我们二宫的颜面。说的好听，就是不知道你的神力配不配得上你的脑袋。听说你在瞭望山上一举成名，本皇今日倒想替你父神考考你的修为，看看这三界第4位上神，配不配得上古君为你挣来的名分。妖皇陛下，虽然你是妖族之主，但不过也是个半神，谈何资格与上神比？若真要打，便与我打。青木，北海上君，正是本君。青木，你别掺和进来，这不关你的事。这是我青池宫与玄金宫的恩怨。你的事，我偏要掺和。你休要胡闹！北海上君，你一个天宫上君，真要介入本皇和青池宫的恩怨吗？陛下，你报你的仇，我护我的人，咱俩各为私情。谁是你的私情？你别胡说！妖皇陛下，今日后池可是长见识了。什么见识？众人皆道妖皇陛下不如天地，今日一见，传言果然不虚啊！你胡说什么？后池，你这狂妄的性子，倒深得你父神真传。本皇如何不如天帝那老龙了？本君往日在青池宫里，若像凤冉这样的后辈想与本君切磋，那本君必会让他们几个招式，或者直接蒙上眼睛。陛下堂堂一界之主，虽然神力不如天帝，可已经是半神巅峰的强者了。今日要用全力与一个区区1000年的上君比试，这传出去，简直是一场笑话吧？后池，后池神君说的是，若我父神在场，想必3招之内，就能让北海上君俯首称臣。可陛下，毕竟只是半神，用上10招8招，也不为过。这后池小神君倒是聪慧的紧，竟是对森简用激将法，这下森简不应也得应了。还不是本尊当年教得好。他当时在神界，谁还能占得了他半点便宜？青木，本皇不屑欺负你这个晚辈，让你几招何妨？我会让你死得明明白白。陛下不愧为一界之主，若青木今天侥幸走过了3招，今日园中的人，青木都要带走。依你，父皇，这神尊，现在还不知道后池便是上古。若这北海上君是白绝，那后池必是上古。本尊便助一助森简，看他能不能以上君之体，在森简手中活下来。森简，3招之内杀了他。青木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我的命可不是这么好取的。北海上君果然名不虚传，是本王看轻你了。来吧，还有最后一招。陛下，他已伤得够重，最后一招由我来带他吧。后池，我看在古君的份上，
已经对你们忍让有加。若他连3招之诺都没法遵守，那我只能不留情面了。罢了，我有句话，我怕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。浩之，我心悦一人。你心悦于谁？尽管告诉我，我一定替你转告他。若我今日死在这里，别乌鸦嘴。今天一定会安全度过。等过了此时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真的？我的意思是，今日这3招之情，日后我一定会还给你。好。幽璜，你要真想杀了在下，恐怕还要多出几分力才行。不自量力！不好，陛下用了妖族秘术。这是我的保命符，它一定能保护你。父皇，青木，3招已毕，还请妖皇陛下应允承诺，不要再为难青池宫和凤然。父皇不可。森简，让他走。好，凤然，你走吧。若再闯进这第3重天，我必会为我儿报仇。浩之，我们走。安心。刚才我之所言，可是真的。